那像这样选择你想要执行的部分，然后你点选批量执行，GPT 就会像这样子依序的回应每一个任务，所以这个叫批量执行。这个试算表的聊天模式，这边跟 ChatGPT 不同的之处在于，我在中途可以改变要它扮演的风格。比方说，我这边设定说你是古龙风格的海盗，尽管有任何的用户讯息，它仍然忠于自己的个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那个身边一定都有的 Kevin。其实这次原本没有打算在 Google 试算表上实现聊天功能，算是个意外。因为 ChatGPT 本来就是这样的功能，但又因为我最近即使付费使用 ChatGPT Plus， 在 ChatGPT 使用 GPT-4 还是容易卡住，而且它的限制越来越严格。像我现在使用的当下限制是每3小时内25个对话，所以我推估现在的回应长度被修改的比之前短很多。我猜 ChatGPT Plus 现在的 GPT-4 回应长度大概只有500到1000个 token 吧，对于比较复杂的工作来说很麻烦，所以才让我产生写聊天功能的这个念头。反正要研发功能，现在只要让 ChatGPT 写就好了，我只要知道怎么出一张嘴就可以。不过后来实际开发完发现，就是除了刚刚提到 ChatGPT Plus 容易卡住之外，其实还是有其他好处了。第一点就是可以更方便客制化聊天，像是要求 GPT 扮演角色，或者是你要求目标啊这种自定义下的大选单，这个是 ChatGPT 上没有的，除非你装一些插件或者是用一些工具。第二个是可以记录对话时间。ChatGPT 上没有对话时间，那对我来说，如果有时候有一个时间点，可以对于衡量一些工作记录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。那如果你尝试复制过 ChatGPT 的对话，比方说你想要把对话贴到 Notion 或者贴到纯文字的文字编辑器，你会发现哪一段是 ChatGPT 说的很难一眼看得出来，除非你贴到像是 Word 这种档案。但如果你是在 Google 试算表上，你可以直接把它设计的一目了然。第三点就是 GPT API 可以有更高的 token 上限。我不确定 ChatGPT Plus 背后的设定上限是多少，但同样是 GPT-4 模型 ChatGPT Plus 最近常常很短就停了，那就必须要跟他说继续，让他可以继续写。当然你也是可以安装插件，新增一个叫他续写的按钮，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当然是不用叫他继续，他一次写完才是最方便的啊，不然我还要在电脑前面等他回应，然后再按继续，这样还是会浪费时间跟注意力。因为如果 ChatGPT 可以正常工作，我可以把他工作安排完就去让他执行，看你要稍微休息一下，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看他完成工作，这样不是很香吗？那我还要守在电脑前等他停住再叫他继续，这样我不是个工人智障吗？而且因为 ChatGPT Plus 比较多人用，回溯对话的上限感觉限制比较严格。之前我使用 3.5 的时候，可能7到10次对话后， ChatGPT 就会常常忘记一开始的任务。虽然 ChatGPT 的 GPT-4 模式这个状况官方是说会好一点，但我仍然不知道它会回溯多久的对话，还是说它只有第一句提示词会记住，我也不知道。有时候它连第一句话都还是会忘记，我都不知道它是回溯的对话太少，还是出现异常在胡言乱语。但是在 GPT API 上，你可以自己设计看你要回溯多久的对话。不过相对你如果要回溯越多对话，你就要消耗更多的 tokens， 因为在 API 中是用你的使用量计价，所以你要回溯越多就要花费越多的钱。但除了可以自己限制看回溯多久之前的对话外， API 你也是可以限制它的答复的 token 上限。所以总的来说 ChatGPT 的 API 还是比较具弹性。那第4点就是可以方便记录对话。虽然 ChatGPT 左边选单也是可以保留不同的类型的对话，但左边选单最近常常宕机，那就是变成要查历史记录才能找到之前的对话网址，比较麻烦。我之前甚至还得用截图或者说保存成网页的方式来保留对话。
但如果现在改成 Google 表单的话，等于你可以自己另存分页保存对话记录。那第5点就是你中途可以让 GPT 改变它要扮演的角色，使用 GPT API， 即使用 GPT-4 模型，你中途还是可以让它换扮演的角色。ChatGPT 的GPT-4 模型可能不行，至少我在最初官网的说明上面，他们是有特别提到这一点，但我也不是很确定啊，因为我现在使用 ChatGPT GPT-4 的模型时候，很容易达到对话上限限制，而且最近出现胡言乱语的状况也比较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也很难判断现在 ChatGPT 到底是出错还是因为什么限制。那说了那么多好处，当然坏处还是有的。第一个主要就是界面不好看，比方说代码方块在网页上是可以显示很美观的代码区块，那其他像是 ChatGPT 还有支持部分的 Markdown 显示，像是表格啊、1、2、3级标题啊等等的，但是在 Google 表单上你就只能显示纯文字，然后或者是说你题词不能包含某些特殊符号，例如像 at， 这个是一定可以改的，但目前以我的状况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很实用，所以我就也没有继续开发。如果有更深入的需求，欢迎其他大神开发。然后其他不一定是好处或坏处的，就是计费方式不一样。因为 GPT API 是看你用的模型跟使用量来计价，那 ChatGPT Plus 是每个月$20吃到饱，但你的功能就是比较受限。那哪个划算的话，我觉得这因人而异，因为有些人宁可每个月付出超过$20使用 API， 因为合适好用的工具可能可以让它更快赚到更多的钱回来。那接着我说明一下使用方式。这次工具的完成度因为算很高，所以为了避免解说体验中断，我这边还是快速说明一下 OpenAI API 精要。第一个是搜寻 OpenAI， 在 OpenAI 官网上方选单开发者 Develops， 然后选论述 Overview， 然后在右上角登入后，同样在右上角选单选账号管理 Manage Account， 然后第二个是先在账单 Billing， 然后选择付费方式 Payment Method， 添加你的信用卡讯息。这边不需要先付费，而且 OpenAI 会提供3个月内的测试额度。虽然这边应该会显示$18啦，但是官网上面是写说你的适用额度是$5。那至于哪一个才是正确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连测试$5都不到。然后第3点是选左边的 API Key， 这边就是 API 精要。那你在产生 OpenAI 的 API 精要后，记得要先把精要自己存起来，因为你只有在产精要的时候可以复制。如果不小心错过了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删除旧的，然后重新产一个新的精要，但这次要记得要复制。然后把你的 API 精要替换掉，在 Google Apps Script 里面这个代码里面的这个 SK****，然后记得要保管好你的精要，因为只要有这组精要，就等于可以用这个精要使用者的名义使用 API。那如果你备用超过赠送的额度的话，那你就真的要付钱了，所以保管好它。那第5就是最后你只要重整试算表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那首先介绍批量执行模式。批量执行模式是之前的影片就有的功能，不过现在这个版本有做一些优化，所以我还是简单做个说明。首先就是最左边这边可以选模型，那如果你已经有申请到可以测试 GPT-4 的模型的话，你就可以选 GPT-4， 不然就是使用 GPT 3.5 Turbo， 当然你也可以用更旧的啦。然后再来就是选择你要 GPT 扮演的角色，比方说你要它是古龙风格的海盗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，那你这边要控制也可以，不做任何要求的话 GPT 它就是本色出演。那然后要求的目标这边也可以做选择，那比方说你可以把一些你想要常用的工作写在这边，比方说是翻译成中文啊等等的这些，那这个要空着也可以。那如果空的话，那就是直接在绿色的这一块就是填入你的问题或者是要求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这2个东西都空着，这样都是可以的。那我拿一个来当示范好了。好，那像这样选择
你想要执行的部分就是内容。那像这边是空着，这边是有东西的都可以。然后你点选批量执行，那它会要求你就是提供权限。你这边只要选择前往提供给他这个权限。好，再执行一次。那 GPT 就会像这样子，就是依序的回应每一个任务，所以这个叫批量执行。那刚刚那个权限的话，它只要有同意过一次的话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就全部都生成完。那生成完的话，我会在右边就是把它的一些资讯给记录下来，大家可以就是做观看。那这边我也有帮大家设定使用热键。那这个热键是在 Mac 上面是 Command Option Shift 加1，那在 Windows 上的话就是 Ctrl Alt Shift 加1。那每次执行的话，它会在下方增加一个新的列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执行的很多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边设定，比方说，你要新增5个新的列数的话，它会从就是之前的列去做复制，然后就把一次批量新增，看你要新增几个列，就点这个按钮就可以。然后在这3栏的这个内容，这些下拉式选单，在这3个分页的话，你都可以做设定。模型版本这边就是你选择的模型，只有第一行会生效，后面是拿来用计算用的。然后要求 GPT 扮演的角色，你看想要它扮演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你要求它的目标是什么，你比较常用，比方说翻译啊什么的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做设定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次的新增的聊天模式。好，那聊天模式左边的这3个区块都跟批量执行的一样，那差异只是在聊天模式在执行的时候，它一次只会执行你一个滑鼠选择的单一的储存格。比方说这个是一个系列的对话好了，我前面有先问他说，希腊哲学家有哪些人，然后他回答了我10个希腊哲学家，那我就是后面有再陆续问了第2个是谁，然后第3个是谁，第4个是谁之类这样的问题，然后问到譬如说这边是第8个，那如果我假设想要再问说，那你怎么看第10个人的著作？假设这个是新的问题好了，然后新的这个问题，我没有要他扮演什么其他的角色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目标，然后只是我选择这个是我想要他回答的问题，然后这边它有一个设定是需回溯多少贴文，那我这边设定是10的话，就代表说它会从这个问题往上回溯10则贴文，然后去告诉GPT 说，这前面的对话是这样子，那你这次要怎么样回应？那只要一样按选择这个我要问的问题之后按送出，那它就会去执行答复。那这边执行有时候会比较久，所以我快转。OK， 那它就回答给我这个答案了。那因为这次的回复就是引用了更多的前面的贴文，所以它的那个使用的 token 数当然会越多，所以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会计算的会更久。那在我们使用这个试算表的聊天模式，这边跟 ChatGPT 不同的之处在于说，像我这边前面原本没有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但是我在中途可以改变要它扮演的风格，比方说我这边设定说你是古龙风格的海盗，尽管有任何的用户讯息，它仍然忠于自己的个性。所以我从这次的回应，前面的回应它可能都很正常，但是在这次的回应它就突然变成古龙风格的海盗的方式来做回复了。你每一次的送出的新的对话，对 API 来说就是给它一个新的需求，所以你可以在中途改变它的风格，但是它还是会去回溯就是往上的内容来做答复。然后而且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，你甚至可以修改之前的对话，比方说你经历过几次对话之后，你想要让它参照的只有很前面的一小段对话，比方说中间的这些东西你都问过了，你都不想再问了。那但是如果你一次回溯10个贴文的话，你其实很麻烦。那你可以塑造你的对话，比方说你把中间的这些对话都删掉，那它这样子
从这边开始问的话，它其实只有往上回溯2个对话，那你这样就可以节省掉更多的 token。然后这次的版本跟上次相比还新增了几项优化。第一点，首先就是自动调整列高这样的功能，因为它回传的字串如果很多的话，那如果它是自动调整高度，有时候会非常的高，导致我们不好辨识，所以我会如果字串太长的话，我会把它强制缩小成列高是100。然后第二点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，我在F 到 P 栏这边新增了记录，它回传告诉我说这次用了多少 token 的数量，然后 API 开始执行跟结束的时间我也做了一个记录，方便做计算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也参考官网的定价，就是在模型版本这边，这个是官网的定价，它告诉我们说 token 的单价每千的价格是多少，那用这个方式去做计算。那这边我还新增了一个函数，就是可以去计算说除了最后这4个分页之外，其他的分页这个换算美元这边 K 栏这边的加总是多少。那所以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，假设你这边有复制新的分页，那你记得不要把它放在倒数最后的4个分页里面，否则就是它不会被计算进去。不过实际我使用上，虽然我都是按照 API 返回的这个 token 数以及官网给的定价来做计算的，但估算的金额都还是比官网计算的金额高出不少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花费并没有那么贵，所以如果想确定金额的话，还是直接在 OpenAI 的官网上面查看会比较准确。这边的估算就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。那这次的这个试算表接 ChatGPT API 这个企划，因为功能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完整了，所以我这次就不是以提供源代码的方式，而是直接分享这个 Google 试算表给大家。那连结的部分会放在说明栏，各位可以直接在左上角选择档案，然后建立副本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复制这个试算表到你自己的云端硬碟使用了。那其他最后要补充的就是下拉式选单在 Excel 或者 Google 试算表中是可以做成，如果你 A 栏选的是某圈圈圈选项，那 B 栏的下拉式选单可以出现你指定与圈圈圈相关的选项。那如果你选的是叉叉叉选项，那 B 栏这边下拉式选单出现的就可以是你指定跟叉叉叉相关的选项。那有兴趣的人详细可以参考多层次条件选单建立方式的这部影片，或者是这部影片，两个链接我都会放在说明栏，那我这边就不详细说明了。最后，如果大家看到这边还有在看的话，代表你很有兴趣这个东西怎么诞生的。其实这次一样内容几乎不是我写，我大部分都是让 ChatGPT 写的。如果我看过我之前的影片，应该都可以知道，原本我只是想要分享学习的过程，结果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 ChatGPT 的 GPT-4 版本这么强大，所以让我很快就完成完整的功能，所以过程变得没有什么好分享了。我这边就截几张截图，是我跟 ChatGPT 这次的开发过程中的对话。那有兴趣的人再按暂停，自己再查看吧。然后虽然这次我让 ChatGPT 开发聊天功能很快，大概就2到3小时吧。不过我完成聊天功能的当天，OpenAI 发表未来还会推出许多官方的插件。那 OpenAI 比我更快，所以也许在这个试算表的便利的当下，这个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了。但我觉得又如何呢？人生中本来就有很多当下看起来没有用的事，但当时机到来，你就会发现，有时候能让你抓住机会的原因，往往是那些过去看起来没有用的事情的结合体。虽然做的事情可能不会有用，但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次 AI 会带来的，肯定是我们人生中会让世界有最大的改变与机会的时间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赞订阅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或看法。拜拜。